大量的圣经里面的设定，把物理驱魔已经玩到了极致，很经典的电影《驱魔神探》。他可能因为自己的陋习啊，可能就下地狱了。You smoked 30 cigarettes a day since you were 15, and you're going to go to hell. 如果你收唔到呢個秘而不宣，最後冇辦法好似佢咁樣將所有嘢攞出嚟用。天地係我嘅法庭，萬物係我嘅兵馬。为什麼之前死了那麼多人，上帝都不出現，到最後了，撒旦要把人帶走了，上帝突然想，佢其實向住天國嘅階梯去行㗎嘛，但係佢最後咧將佢人生嘅一啲癌細胞攞走咗佢，留下來。當你不進嘅時候，就會退翻落嚟。Your soul truly belongs in hell. 其實我哋進步嘅步伐唔係為咗令到我哋更加好，而係我哋可以離地獄遠少少。Hello， 大家好，我係風水。Hello， 大家好，我是子耀。好，我們今天繼續來品味經典。上一次呢，我們講完了《大話西遊》，是我們經典的港片啦。那這一次呢，我們講一部現代題材的西方的電影。那在這部西方電影之前呢，我想問你，你心目當中好萊塢最帥的男演員，或者說影星啦，你覺得是哪一位 ？Leonardo，我太中意睇佢啲片啦。還有呢 ？Brad Pitt， 仲有點解大家中意超級大靚仔奇洛李維斯？哇，這個真的我也很喜歡。今天我們講的就是基努李維斯的電影，而且是他的電影當中我看過了10次的。呢個咧有3個名嘅，國內咧叫《哈爾克帝國》，香港叫22世紀殺人網絡，國外叫 Matrix， 係咪咧？係咪呢個？係咪呢個？我覺得師兄講的這個呢，我們一定會講的，《駭客帝國》很經典。但是呢，我想講的是，我們今天的內容是另外一部很經典的電影，它把大量的聖經裡面的這種設定，把物理驅魔已經玩到了極致，就是我們的康斯坦丁驅魔神探。首先問你一個問題啊，因為這個電影它其實跟宗教文化、跟這種神鬼魔很多聯繫嘛。師兄啊，電影裡面其實有一個很核心的設定，就是自殺的人他是上不了天堂的，只能墜入地獄。那主角康斯坦丁就是因為年少的時候自殺過，然後一直活在死後的下地獄的這種陰影當中。我想您跟所有的人講一講，就是道家是怎麼看待自殺這件事情的？如果真的自殺者他是永不超生嗎？我哋係咁樣睇嘅，儒家、道家都好啦。其實儒道咧喺中國咧冇乜點分家㗎嚇，係後期啲人咧先將佢分咗家嘅。儒道咧都講係身體髮膚受諸父母，不敢損傷啦。呢個其實就唔可以亂咁傷害嘅。第二個咧，道教嚟講咧，久視長生啦，先道貴生啦，都覺得我哋嘅呢個 body 係好重要嘅。佛教甚至乎講我哋係咩啊？受屍鬼。係啦，咁但係唔同嘅，我哋講嘅係性命雙修，所以冇好嘅身體咧，亦都冇辦法去好好去修煉。咁啊，儒家嚟講啦，你基本上你冇咗呢個身體自殘嘅話，就係對天地、對父老宗親、對父母嘅一種不孝嚟嘅。我哋非常之唔建議嘅。西方咧好多時候就話你自殺你就會落地獄喎。咁其實喺道教裏邊有2個夢係好出名嘅，佢並唔係話你死咗之後咧，就係即刻會落地獄。莊周夢蝶，你聽過啦。黃粱一夢啊，呂祖你都聽過啦。其實你以為呢一次嘅自殺係可以解脫咗其他嘅嘢，事實上你呢次嘅死亡，可能係另外一場另外嘅噩夢嘅產生。我又醒了。係啊，我覺得，我不是走了嗎？怎麼又醒了呢？嗱，我哋累世咧係一種習性啊，或者一種即係未完嘅嘢。之前我哋傾過《大話西遊》啦，業力啊，這些你要還噶嘛，你咁快就走得甩，你咪走唔甩嘅喎。你死咗之後，可能下一個更絕望、更恐懼、更迷惘嘅劇本，你跳咗落去。嚇！原來我係喺度發緊場夢，然之後你要接受嘅呢個審判或者要接受嘅呢種嘅經歷，可能更加恐怖。
係啦，走唔甩嘅。第三個啦，我個人認為咧就係好多人以為離開咗呢個肉身就可以換嚟下一世更加好，其實唔係嘅。我哋話不一定。人生難得，中土難求啊！我哋能夠喺呢度出世係好難得，好難得，唔知收咗幾多世先換到依家咁嘅層面嘅咋。咁咧，仲有一種地獄咧係好恐怖嘅，即係話譬如話你仲喺呢個肉身。我哋仲喺度，每日都喺度誠惶誠恐咁樣活着，每日都面對住各種唔同嘅人。嗱，每日喺恐懼之中嘅呢種生活，同地獄有好大差別咩？其實呢度就係活着的地獄。我哋仲有一句就係話他人式地獄，即係話你喺呢一度，你冇可能單獨嘅存在噶嘛，你活在咗各種嘅眼光之下，而自己嘅心結冇辦法去解，其實。呢個先係真正嘅地獄，生人都有好多地獄㗎。沒錯，那師兄講的這個地獄的概念呢，讓我想起來，其實我們活着的人，雖然在這個地球上面，但是有很多地方其實也不是很平安的嘛。生人都要破地獄。對啊，不僅僅是心理上的，其實很多的地方也不太平，是吧？那你活在這個世界上面，你也不知道哦，哪一天突然。有什麼事情發生？我覺得好多人對地獄係一種誤解啊！佢以為真係見到牛頭畫面，見到咗所謂嘅黑白無常，呢啲先叫地獄。其實唔係㗎，地獄就在人間啦，只不過係一念，你冇辦法轉過嚟嘅時候，呢個就係比地獄更加煎熬嘅嘢。肉身其實嗰種痛苦唔係最痛㗎，你嘅心，你知唔知？我哋喺地獄度最後嘅一環咧，係叫做望鄉台。咩叫望鄉台咧？即係話我企喺地獄嗰度，將我所有嘅恐懼、唔開心嘅嘢，再喺我內心度行多一次。呢個先係真正嘅地獄。如果你以為你離開地獄，可能你呢個時刻只不過喺望鄉台度望住佢，喺度經歷緊所有痛苦。呢個係個地獄嚟嘅。所以。假如說失戀是你最大的痛苦，你在望鄉台，你就重新再失戀一次，失戀無限次，失戀無限次，讓你重複經歷這種痛苦的一種感受。直至你醒來。好，那我們順着剛才師兄講的這個地獄的這個話題呢，其實我們也發現這個電影裡面有一個很經典的細節，跟你很對應我。因為男主角基努里維斯從15歲開始，每一天就抽過30支煙了一天，這種其實就簡單來講，都唔係好多啫。你一天差不多 double 了嘛？這種其實我覺得是一種慢性自殺的行為。那單單因為這一點，他可能就下地獄了。You are going to die young because you smoked 30 cigarettes a day since you were 15. And you're going to go to hell because of the life you took. 所以我很好奇，就是如果一個人他沒有想自殺，沒有輕生的念頭，但是他可能因為自己的陋習啊而導致死亡，然後會有這樣的下場。呢個問題咧，我真係好深刻咁樣去思考過㗎嚇，因為我知道我自己都有自己嘅唔好嘅習性。陋習咯。係，咁我覺得嗱，好多人都會夜瞓啦，好多人都會食煙啦，好多人都會飲酒啦，好多人都好食懶做啦，放縱啦。咁係咪呢一班人全部都要落地獄咧？呢個我係會有一個好大嘅問號。我覺得咧係好多人明知道呢樣嘢掂都唔掂得嘅。但係佢冇辦法控制住自己，一食，即係呢種成癮性太大啊！上癮，即係明確咗佢嘅傷害力係大於你在人世間嘅所有事物嘅時候，你再去掂佢，我覺得呢個絕對係大問題。你可以前期有少少嘅依賴，但最後你可以冇咗佢。咁呢個呢，我覺得改過之心就 OK 啦。呢個其一啦。第二個呢，係唔係養生就係修行呢？我唔覺得係。因為莊子喺養心主裏邊呢，佢話養生就係養心，呢個心養得夠大，先叫做真真正正嘅養心。不是身體的身，是內心的心。係睇翻莊子就知㗎啦。係啊，佢要令到你能夠包羅所有嘅嘢，咁呢個係帶翻出嚟啦。我哋知道好多好出名嘅名師啦，譬如話南懷瑾啦，佢食煙比我多嚇，跟住佢瞓得比我少嚇，但係佢曾經講過嘅，
佢知道食煙係有害健康嘅，但係我嘅學問，朝頭早要弘道，晚上要思考，我咁嘅時間之內，我要保持翻自己嘅頭腦嘅清醒，我需要依靠少少嘅輔助。我嘅靈魂係喺度做一啲有利於他人嘅嘢。我相信林維瑾，如果你話佢係咪一個了悟嘅人，睇翻佢啲事蹟啦，我覺得係。我哋係用咗某一種嘅物品嚟支持住自己嘅身體，可以成願到更加大嘅願望，做有益於人類嘅嘢，做利他嘅嘢嘅時候呢，即係話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啊？咁我覺得呢個係可以接受嘅。包括倪海夏啦，咁佢自己計到佢自己59歲死啊嘛，但係佢去到最後，佢冇話跳脫咗呢個命運喎。佢話咁我可以有生之年之內我接受，但係我會做晒我應該做嘅使命先，咁佢咪去成願咯。其實剛才師兄講的這一些例子啊，我認為其實應該他自己也會有同樣的一種發心。其實這種只是一種輔助，而並不是說我要沉溺於這種。係，其實我係點呢？我係有時候為咗更加好咁樣去對待咁多人去表現睇我嘅呢個頻道啦，或者係學我嘅課堂啦，我需要一啲思考或者需要一啲靈感嘅時候，其實我自己肉身係唔需要，但係我靈魂偏偏需要佢。為咗大家好，我做呢個都係還俾大家嘅啫。咁我可以有少少嘅犧牲，但係放心，我自己都會好注意自己身體㗎。所以現在能理解，就是說無論是抽煙也好，或者說一些陋習也好，其實可能這個東西往往被有一些人過度解讀、去放大，或者去看到這一些點。那其實背後更大的一些東西呢，是需要被理解的。係，如果佢背後冇一個更加大嘅願望，或者冇一個更強嘅願力喺度嘅話，我覺得呢個你真係要好好戒啦，因為呢樣嘢係冇乜價值嘅嘢。但係如果有更加高嘅理想或者價值嘅話，少少嘅嗜好或者陋習可以包容。所以好，那順着剛才的一個問題，就是講到這個劇情啊，其實主角就基努里維斯小的時候呢，就有一種能力，我相信看我們頻道的人，很多人也會有這種靈感啦，就是他看到哇，有不乾淨的東西，或者說真的看到的鬼，或者看到天使，就是像我們說的陰陽眼這種能力啊。但是呢，主角他會覺得這種能力可能是一種詛咒了，為什麼只有我能看得到？理解不了，所以因為這種精神壓力很大，選擇去自殺。我哋接到好多個案都係咁。對啊，所以回到我們的現實當中，那普通人如何正確地看待和面對這種能力所帶來的壓力？嗱，首先第一個點，我就好敬畏嘅呢種能力呢，即係有啲人與生俱來嘅。有好多我嘅學員啊，或者好多嘅觀眾啊，會同我好想睇啊，好想點啊，千祈不要好奇，唔好追。當你見到嘅時候，當你真係擁有嘅時候，你會控制唔到，你會每日都會存在呢個誠惶誠恐之中。你以為呢種係好大嘅能力，其實我哋嚟到呢個人世間係做好我哋人嘅事，可能你早幾世已經擁有呢個能力㗎啦。其實呢個能力唔係乜嘢好好嘅能力嚟，我想同大家講，我哋喺呢一度，我哋嘅任務可能就係照顧好屋企人，過好自己嘅生活，好好咁樣去為呢個社會做少少貢獻，OK 㗎啦。功課任務齊㗎啦，咁但係好多人話，咁我想見到啲咩喎？其實我想咁樣講嘅，我自己有好多嘅神奇古怪嘅經歷啦。咁點解大家見到我個説話，你人味好重啊？點解呢？我話我睇過前世，睇過輪迴，我睇過好多嘢啦，亦都會有一啲叫做高維嘅體驗啦。我個人認為我揀到呢一世好好做人嘅話，係因為我曾經都有過呢個能力，但係我發現呢個能力並唔重要，能夠好好咁樣喺呢一世作為人去修仙，先係我想要嘅一個目的咯，或者方向咯。呢個其一啦嚇，我勸大家唔好去追求這種，冇追，因為你控制唔到嘅時候，萬劫不復，你反而係去返一個叫做最初嘅狀態。咁啊，第二個啦，我覺得有啲觀眾朋友啦，佢本嚟就天生有異能啦，咁係唔係好呢？無論係我哋之前嘅 Jackie 啦，我嗰陣時同佢講，你係天生敏感，天生有啲人哋冇嘅一啲能力，呢種呢係
好多觀眾朋友其實即係跟住我哋嘅頻道嘅人咧，佢都知道佢自己有嘅。呢個咧係可能你早幾世咧都會係呢種修行嘅人，或者係一啲叫做通靈體質嚟嘅。咁嚟到呢一世咧，你再乘翻呢種能量繼續去做。其實係唔好㗎，呢個係比較低嘅能量嚟㗎，多夢啦、噩夢啦、通陰陽啦，跟住自己冇辦法去控制嘅精神啦，咁呢一種呢，我哋都叫做負能量或者係陰嘅能量。你試下，你多啲去曬太陽，你多啲除咗去行草地，你多啲去做運動，多啲去喺大自然裏邊去練功，你自然就冇咁多嘅夢，自然冇咁多嘅負面嘅情緒。我發現咗一樣嘢，我經常去睇風水咧，我會發現即係一啲叫做能夠被控制啦，或者見到嘢嘅人啦，屋企唔光猛，跟住返夜班，跟住唔曬太陽，所有嘅嘢令到佢情緒會偏執，見到唔同嘅嘢，負面嘅能量好強。咁通常咁樣嘅觀眾朋友，我都會建議大家咧，好好咁樣去修練翻自己嘅肉身先，呼吸翻好嘅空氣，鍛鍊係多啲嘅鍛鍊，好嘅肉身先能夠成為一個人啊！當我哋成為人嘅時候咧，我哋要繼續修喎，我哋係由有修到無，由無最後再修到有，嗰個有咧，最後我哋叫做神通，神通廣大。神通廣大咧係我可以控制，我想見嘅時候就見，我唔想見嘅時候直接封咗佢。但係呢一個修練嘅過程咧係極其嘅難嘅，應該係百轉千回。你到人嘅時候，你會遇到好多嘅困難啦、魔巧啦。當我哋不斷去做嘅時候，錢啦、名啦、利啦，去誘惑你。當你一切都睇淡咗，當你乜嘢都唔再追嘅時候，唔想要自己再有更加神奇嘅能力嘅時候，我哋要心死。但係當你心死嘅時候，有一句説話叫心不死，道不生。咁啊，當你咁樣嘅時候，個天知道你明白啦，再俾翻你呢個能力，即係復歸於自然，以所有嘢都自然嘅狀態去抒發嘅時候，你所有嘅能力都翻嚟啦。所以由有收到無，再無收到有，咁呢個先係最正確嘅修行方法。那師兄，我想提一個問題，就是我可不可以理解，就如果我沒有，我的狀態是沒有收到有，有再收到沒有？唔係，你冇就已經到咗人嘅感覺啦，你係高級啲㗎。係啊，就比天生也有的會好一些，好好多。那普通人他沒有，他的一個修煉境界是怎樣？正常嘅人會變咗兩個狀態，一個咧去追，追嘅時候落咗去，咁咧呢個就變咗萬劫不復，就跌落的那個漩渦。係，咁啊有啲人可能自己害怕，揾到名師，揾到人收翻埋嚟，但係有啲人落咗去就沉淪啦，就入咗魔噶啦。有啲人喺呢一度就通過咗自己嘅學習啊，通過喺人世間嘅歷練啊，知道咗放下咗執念。該係我嘅攞，唔該係我嘅唔攞，慢慢向住更加高嘅精神去行嘅時候，OK 又打開咗。就是一個正常人，他通過歷練、學習、體驗，可以慢慢地打開係這個能力。但係千祈唔好追，追嘅話你又要行多步。就是重複。係，我都想同大家講，自己行過咁樣嘅心路歷程非常之多次，係非常之困難，進不能進，退不能退，好痛苦。我希望大家千祈唔好因為我自己曾經行過。好，那非常感謝師兄這麼深入的去講解自己的心路歷程和電影之間的這種橋段了。那在我第一次看康斯坦丁的時候，我覺得基努里維斯太帥了。怎麼呢？就是他打破了所有原來的這種驅魔人的這種固有的概念，比方說，拿個十字架去照他，是吧？或者說寫一個什麼東西來去鎮壓他，比方說他把那個驅魔的槍改成這種武器，把那個聖杯、把十字架全部都融化變成了子彈，然後用這樣的一種物理驅魔的方法來去做我們的驅魔的一個儀式。那你看到了這樣的一個橋段之後，你自己內心當中有什麼樣的一個體驗？那第二個就是電影裡面所表達的手法和我們道家裡面的符籙啦、咒語啦，本質上是一樣的嗎？還是說內核當中有什麼不同？我覺得內核嘅邏輯都係差唔多嘅，即係唔同嘅民族啦、唔同嘅地方啦，有佢唔同嘅即係
方法、手段、表現方式啦。其實咧，奇洛李維斯咧，你要知道啦，佢都係20幾年嘅一個驅魔人嚟嘅。好多人咧都話：我可唔可以突然間就去咁樣去用啊？其實千祈唔得。所有嘅道門啦，或者法科嘅嘢啦，佢其實係要嚴格按照住所有嘅戒律去行嘅，因為佢嘅點好高，你一旦收偏咗嘅時候咧，一步錯，步步錯，跟住最後你要按照住佢呢個升級打怪啊，從入門啦、進階啦到高階啦，一步一步去破，直到你10年啦、20年啦有小成，或者到天成嘅時候，你先能夠好似佢咁樣去做，因為喺我哋嘅雷法裏邊啦，都有即係我識雷霆啦，係你將佢嘅雷法嘅一步一步學完之後，前提的係修行到即係佢寫住係10年，但係佢唔係10年啦，不一定，係佢1年係代表一個階段，你將呢10個階段練晒之後，跟住先係。天地係我嘅法壇，萬物係我嘅兵馬。但係好多人以為萬物就係我兵馬，我點都得。跟住就落為咗一個邪修。佢有一個法叫秘而不宣之法。秘而不宣係呢個所有道法裏邊，最終就係你收翻呢個秘而不宣。如果你收唔到呢個秘而不宣，你最後冇辦法好似佢咁樣將所有嘢攞出嚟用。呢個就係我哋講嘅道可道非常道，講唔出嚟。但係你自己領唔咗出嚟。雖然師兄不可以把這種秘而不宣的東西講出來了，但是我覺得剛才他揭示了一個邏輯，就是你看到他這麼無為、這麼隨心所欲的改變，之前是因為他苦練了嘛，苦練積累，然後再創新，創新以後再發揮。它是一個公式啦嘛，係因為所有嘅術法咧，你係要借助天地嘅能量，同埋要自己去化神，神同魔一念嘅咋，一念嘅咋，所以佢有咁多嘅戒律，係為咗大家所有去學習嘅時候嘅安全性，除咗保護自己。係因為我哋修道之前，永遠同大家講一句説話係：有道無術，指日可待；有術無道，害人害己，咁你淨係學呢個術，最後冇行到去道裏邊咧，你歪曲咗佢嘅時候咧，唔單止唔幫到人哋，仲會害咗自己。任何嘅術法有佢嘅方法，亦都有佢嘅經義或者係佢嘅意念，佢個心法喺裏邊。如果兩個唔結合嘅話咧，最後害人害己嘅。沒錯，其實師兄啊，有一個天使的形象，我覺得這裡面是極具爭議性的。這個天使叫加百利，他說了一句很扎心的話 Everything you've ever done, you've only ever done for yourself. To earn your way back into his good graces. You're fucked. 就是說，康斯坦丁一輩子驅魔，只是在交易，他為了其實是攢自己的一些積分，能夠上天堂，換取他的門票。那麼我覺得呢，這句話講的也確實是很狠的，對於一個驅魔人來說。回到現實生活來說，我們在燒元寶啦，或者說求神拜佛的過程當中，心裡面想的就是我發財，然後我做慈善，心裡面想的都是我積功德，那是不是都會有這種功利心，是一種交易的想法？係，一定係。講個故仔俾你聽。好啊。曾經有個人咧做咗一世嘅善事，傾盡佢嘅家財啦，去燒元寶啦，做善事啦，去燒香拜神啦，跟住咧有一日咧佢就過咗身啦。咁啊過咗身，佢就落咗地府啦。咁啊見到閻羅王啦。咁啊閻羅王咧就同佢講：我一生做晒所有嘅善事，你依家有機會再次轉世做人，我可以俾你一個權傾天下嘅投胎，或者富甲一方嘅投胎，或者你想點樣富貴雙全，你同我講，我都可以俾你。跟住嗰個人咧就同阿閻羅王講啦。其實咧我自己就冇咁大嘅要求嘅，我就想有幾畝嘅良田，同埋咧就可以平時得閒讀下書，冇病冇痛無災無禍，同屋企人開開心心喺埋一齊享下清福就得啦。咁啊閻王就同佢講啦，你做咗咁多嘅善事，享唔到清福喎，因為你做嘅嘢都係交易性，為咗以後更加好喎。你可以享鴻福，佢俾嗰個人講咗8個字：鴻福易得，清福難求。呢個啟示咧，其實就同嗰個天使講嘅一模一樣啊！
真真正正你想要嘅呢個幸福，其實係享清福啊嘛。你以為富貴名利係一種更加好嘅大的一種福報和追求？唔係啊，其實不是。富貴名利可能又係另外一種地獄嚟，因為你用咗呢個交易心，交易咗你所謂嘅富貴名利。對，實際上我突然間諗到，係就是你現在名氣大了，何嘗不是一種地獄了？我哋好多師兄都同我講，你成日講你逍遙遊，睇到你嘅肉身，你係最唔自由嗰個。對啊，嚇！但係我話肉身嘅唔自由，唔代表咗我靈魂嘅自由。你睇下，我無論面對所有嘅嘢，我同大家講，我係玻璃心嚟嘅。但防彈玻璃係我係鑽石防彈玻璃，係同大家唔一樣嘅。真真正正享嘅清福，唔係我哋求翻嚟嘅。尤其係我哋平時拜神，我都同大家講下，要一種知足嘅心啊！人哋問我新年去拜神有咩願望，我話：哇，佢俾得我嘅嘢夠多㗎啦！我有依家咁嘅身體啦，我有咁多嘅朋友啦，我有咁多人錫我啦，跟住我依家可以有飯食有屋住啦，我仲求乜嘢啊？我已經覺得太順利啦，好滿足啦！我去拜神就話，我希望財神爺啦，你都好，你可以照顧更加多嘅人就 OK 啦。你唔好咁忙，有乜嘢需要我幫手，同我講聲，我盡量去幫你。因為每一個人去拜神，你唔需要求啊，你只要行入咗呢間廟呢間寺嘅嗰一刻，嗰個神仙就知道你要乜嘢，佢會俾你噶啦，神仙會賜寶盤俾你噶啦。但係可能佢俾你嘅嘢未必係你嘅慾望所求嘅嘢，但係我哋一定要知足感恩。我哋有呢個咁嘅人生，我哋有咁樣嘅生活已經好難得啦，再求又多咗啦。你唔知止唔知足嘅話，換來係一個無限嘅反噬。師兄，在這裡呢，我想問一個比較有挑戰性的問題，就是當一個人許願的時候，我怎麼知道、怎麼判斷這個願望我許的是客觀的，沒有超過我的能力，或者說我應該所得到的，我應該怎麼控制，或者說怎麼樣達到一種比較平衡的狀態？最簡單嘅，首先問你自己內心，我咁樣做，我覺得佢應該係咁樣嘅結果，而唔係超出你嘅想像。我去認真寫一本書。2個月，最終佢會出嚟一本書。到底佢好唔好，我唔求。我以我自己最好嘅狀態去寫啦。能夠出到嚟嘅，佢就已經係我嘅全部嚟噶嘛。我要求佢更加好，超越咗。係啦，所以就不要有更加好的這種妄念啦。係，即係話我咁如此做，佢會產生一個點樣嘅結果就 OK 啦。但係好壞，我哋唔好添加上去。不要前提去下一個定義。好，那麼我們到電影的最後呢，就是我們看到了一個很經典的畫面了，就是撒旦來了。他說：哎，基努里維斯，我要把你帶走了。但是在他把他帶走的這個過程當中，突然上帝出現了。他們兩個就是在搶人嘛。那在這裡面，我就想問師兄一個問題了，是不是上帝他都有勝負慾？為什麼之前死了那麼多人，上帝都不出現，到最後了，撒旦要把人帶走了，上帝突然搶人，我是不是要跟他爭一個輸贏？呢個我覺得係即係奇洛李維斯喺呢個角色裏邊嘅一個任務，佢最終係捨身為人。因為我同好多一啲朋友啊或者觀眾成日都講啦，我哋修行修到咗咁耐，最後嗰一刻我哋個發心係唔係能夠完全去成就他人？當我哋犧牲自己去救翻一個人嘅時候，呢個係咪值得？當我哋仲諗緊值唔值得嘅時候，可能個上帝都唔會嚟。佢會覺得我將自己全部奉獻出去嘅時候，為咗呢個正義，為咗呢個高尚而存在嘅時候，好 OK。呢個就係上帝要嘅信息，因為之前做嘅嘢都係交換。明唔明啊？都是為了達到一個積分。冇錯。積功德。最後佢嗰一刻係突破咗交換。最後嗰 part，我唔要啦，我放晒出去啦。當佢放晒出去嘅時候，就突破咗原先嘅交易。覺悟啦。冇錯。所以呢個時候先係叮咗上帝嗰個門鐘，佢落翻落嚟。明白了。撒旦他又做了一個反轉，就是上帝想要把他帶走的時候，他啪把他的這個癌細胞 cancer 拿走了嘛。我也不讓你把這個基努里維斯帶走，強制把他留在人間。那在我看來，他可能做了一件救人的事情，但是撒旦他又在救人，
那而且说了一句很耐人寻味的话，你要活下去，才能证明你真正的在地狱。那师兄又怎么解读这一段呢？呢個係一個悲劇嘅結尾，我完全覺得呢個電影好就好在呢度，因為呢度講咗一樣好出名嘅嘢，就係話我哋人呢要往高上去行呢，就要不斷咁樣去進步嘅。佢其實向住天國嘅階梯去行噶啦嘛，原先係不斷咁付出，但係佢最後呢將佢人生嘅一啲癌細胞攞走咗佢，留下來，佢就完全變咗一個人噶咯喎。當你係一個人嘅時候，你唔會再有咁高尚、咁強嘅意志能力去做咁多嘅嘢。咁亦都應驗咗撒旦佢想做嘅一個事情係，你喺呢度做人，咁你就唔會有咁強嘅進步。當你不進嘅時候，就會退翻落嚟。當你退翻落嚟嘅時候，就有可能去到地獄。呢個唔進步嘅地方就係地獄。所以我覺得這個確實是給到一個思考。我認為師兄說的這個悲劇也有道理，因為剛才回到了我們主題嘛，就是可能人間它可能就是某一種程度的地獄嘛。人嘅神聖之處就係活出比人再高少少嘅精神。如果唔係嘅話呢，我哋其實就係一念天堂一念地獄嘅啫。我哋人就不斷往神聖去出發，我哋先能夠係可以離呢個地獄遠少少。在這個電影的最後啊，基努里維斯有個我覺得一個小彩蛋吧，他就是把煙癮戒掉了，改吃糖了。係，那改吃糖呢？我覺得這種東西，它是不是也算是一種人的新的癮的一種開始呢？簡單啲講啦，其實我哋咁夜錄節目啦，或者係平時有啲唔開心嘅時候啦，你有冇發現食糖會更加開心啊？對啊，它是一種多巴胺分泌，我覺得。所以呢個亦都好大嘅反映咗奇洛李維斯呢個角色，佢係一直都唔開心，佢已經存活咗喺地獄上面，佢需要依靠住糖令到佢開心，所以撒旦嘅目的達到咗。所以可能當他抽煙的時候，反而是他有目標。他有一個人生的信念，可能是他比較積極的時候。冇錯。那現在吃糖了，他發現，哎，我被強行留在人間，很苦悶啊。冇錯，不如來點甜。佢原先係冇痛苦嘅。對啊。佢只有上進，只要前進。對。我只不過係要一啲 gas 令到我繼續行，但係最後嗰一刻，無奈了。無奈，就係一個無奈結果。好，我覺得我們這一期分析的這個康斯坦丁，聽師兄講完以後，感覺完全不一樣了。我還想再看10次。那修行的路上，在不遠的天堂和地獄，可能就在我們的下一秒。係，人一定要不斷咁進步。其實我哋進步嘅步伐唔係為咗令到我哋更加好，而係我哋可以離地獄遠少少。好多謝師兄今次的分享，我們節目時間差不多，下一期品讀經典，我們再見。福生無量天尊。